自从懂事起，所有人都对他说同样的话：垃圾、废物、败类。典座在贫民窟长大，有人生没人养，肚子饿了就去偷去抢，除了杀人什么都干过，过得非常自由。长大了有了力气，谁骂他他就揍谁。就在某天，他痛揍几个武士时，一个声音突然让他停手。典座回头，一把刀抵在他面前，持刀的是个瞎眼的白发男人。典座和如海正围着小岛边缘乱转，如海一个劲的吐槽，让典座也很抓狂。原谅他这个笨蛋，只能想到这个办法。森林里到处都是怪物，自从知道如海是个女孩子后，他就不想让如海去冒险了。如海很感动，坚持让典座嫁给他，当然前提是他们能活着离开这里。就在两人交谈之时，一个红发女人凭空落在了不远处的海面上。女人说林中有些吵闹，还有很多造神的尸体，问是不是他们干的。女人的身体瞬间变成男人，意识到不妙的两人扭头就跑，男人却如同瞬移一般拦在典座面前，一掌发力将他撞在树上。如海凭借山之名灵活的身形躲开男人的攻击，落到典座身边。在男人再次朝他们靠近的瞬间，典座抱起一刀切碎男人的双眼，但伤口就在两人惊骇的目光下迅速复原了。意识到他们无法打败这个怪物，典座立刻让如海做好逃跑的准备。他的耐力虽然不太行，但是剑速敢称第一。典座出刀极快，男人甚至没反应过来就被砍断了双手和脑袋。典座毫不恋战，带着如海冲入林中。典座回头不见有人追上，下一秒被藤蔓拖住脑袋的男人拦在他身前，突然一刀飞来，将男人维持脑袋的藤蔓砍断。白发男大喊着让典座快逃，他正是典座的师傅世远。虽然眼睛看不见，却能借助声音和感知在林中自由穿梭。三人跑出足够远才停下来喘口气儿。典座很高兴，只要师傅在就万事大吉了。世远却不满地敲着徒弟的脑袋，说刚才他那一刀过于执着速度而很粗糙，反正就是哪都不行。不过好在典座没事，他还以为是在船上最后一次见到他了。世远结束任务，本来打算离开，却从未没找到通往外面的海流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处，那里却有从未遇见过的声音和气息。他想着自己一个人不好办，于是正在寻找一同离开的人，正好遇上了典座。世远抽刀对着如海，质问典座为什么要庇护犯人。若是违反规定或者出意外，命令明明是让他们立刻处决犯人才对，他就处决了想要引诱他的犯人。世远将明天的内容全部记住，自然也知道各个犯人的情况。尽管典座想要解释如海根本没有罪，但罪行这东西往往是由时代决定的。山田家可谓是时代挥起的刀，若是刀自己选择该斩谁，便违背了道理。若典座违背规则，山田家可能被打上谋反的标签。一个人的行动威胁整个家族，真的值得吗？典座反驳他不是教过自己怎么用剑吗？世远当初完全没有义务将那个无赖又无家可归的自己带走收养。世远在他身上感受到才智和可能性，典座同样感受到如海能自由生活在这世间的可能性，而且他知道世远很善良，只要他诚心恳求，世远就一定会理解的。果然世远就是嘴硬心软，当初那个冷血少年却会为了别人挺身而出。短暂僵持后，世远收刀放过如海，但如果庇护他，要使得山田家和典座陷入危险，他还是会毫不留情的动手的。没想到世远就能一眼认出如海是女孩子，典座开始对自己连瞎子都不如的眼神产生怀疑。金毛小狗充能完毕，提议去找师傅说的海流边看看。世远表示，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想想如何提防那个人形怪物。话音刚落，男人瞬现闪进在典座身后，世远反应迅速，捞过两人退出攻击范围，自己却捂着脖子喷出大股鲜血。在擦肩而过的瞬间，他的脖子差点被男人捅穿。典座挥刀上前对付男人，但这里却一点一脚都碰不到，只能活着的人才能炼成丹。但男人嫌麻烦，还是决定把他们都杀了。看着重伤倒地的师傅，典座知道只能在这里解决了男人。世远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，咒语般迅疾的剑术朝男人挥去，这已经是典座的最强奥义，却被男人一个不慎的通通闪过。男人出现在典座面前，随手一摊，典座身上瞬间出现了4个血洞，几乎将他上半身撕裂。小时候，典座问世远为什么要捡他这个废物回来。世远说他们的工作是夺走人的生命，所以其余的时间他想用来救人，但典座却搞不懂救人有什么意义。他和世远的对战总是以惨败告终。典座的剑法粗糙，不仅有愤怒还有迷茫。典座从未想过成为武士，世远也没期望典座一开始就具备武士道精神，只是如果有朝一日他有了想要帮助的人，一直锻炼的剑术一定会给他带来帮助，像院子里盛开的樱花树一样，树干很细，只有那些花苞，但花苞中却蕴含着一切的可能性。典座也一样，名为可能性的花苞终有一日会绽放。典座却自暴自弃起来，他低贱一无所有的出身注定了他一生都不会具有任何可能。典座扔下刀子撂挑的不干了，世远皱眉问他是不是认真的。走可以，但典座必须答应他一个条件。
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，典座只要能赢他一剑，他就允许典座退出。然而典座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第二天凌晨带着包袱就想溜走，刚走出门却正好碰到魏善。魏善没有把典座抓过去，而是将他带到了墓园，这里葬着世远曾经的师弟铁心。和典座一样，是个品行恶劣的青年，空有才华却缺乏热情。当时的世远忙于提升自己的技巧，不像现在这样乐于指导他人。铁心说要去过自己的生活，就这样离开了道场。一段时间后，世远像往常一样进去处刑犯人，但是举起手中的刀后，他却怎么都回不下去，因为地上的犯人正是他的师弟铁心。铁心离开道场后难以维持温饱，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世远在亲手了结铁心之前，清楚地听到对方的一句对不起。此后世远就开始热心地指导后辈，帮助他人。典座要作为一个无赖活着，或许有一天会落得同样的下场。世远只是觉得他这样堕落下去非常可惜，他就准备一剑不赢就这样逃走吗？之后典座回到道场，重新拿起刀，一遍遍被打趴下，又一遍遍爬起来。迄今为止，他从未专心投入过某件事中，但是他无比渴望能赢过世远一刀。这是第一个相信他有可能性的人。典座无力跪倒，指尖渐渐变得冰冷，胸口像是一团火在烧。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，难道他们就要在这里被怪物杀死了吗？典座突然暴起，强撑着满身的血洞的身体，一拳砸了男人的脑袋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为世远和如海争取逃走的时间。男人狰狞一笑，典座的腹部被轰了个对穿。典座无力地望向世远，却见世远掏出刀就要冲上来，喉咙受伤让典座说不出话。他拼尽全力吐着血沫，朝世远喊了一句：“赢不了的，快逃吧，师傅。”世远理解了，他转身抱着如海离开，留下典座拼尽最后的力气拖住男人。临死前的走马灯，典座恍惚间看见自己回到道场教导徒弟。他真的想过要和如海成婚的，可是他再也没有以后了。他的安全区后，如海哭着捶打世远，质问他为什么要抛弃典座，你可是他的师傅呀。可他们不仅是师徒，而是志向相投的同伴，他怎么能枉费典座那决一赴死的决心？世远发誓一定会让那个怪物血债血偿。那一刀，典座终究还是赢了世远，但他已经不想再离开了。花苞开放，典座绽放出了属于他的无限可能。